叔，叔，我来了。不急。我了解大炮，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，这事儿没事儿。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，您别气坏了身体。就吃挂面吗？不能这样，小雪，你正在长身体，你爷爷身体也不好，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我先放这些，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。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早上刚给你200呢。没提钱的事儿。说吧，要多少？这回吧，可能要的有点多。我那同学，郭大炮又出事了。寻思，他又出事了？没有，就这回他更严重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谁的事都可以管，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，听到没？真的是一天老跟我卖肉的混一起，真是物以类聚。卖肉的，哎，咋得罪你了？真是。17号那天晚上，也就是18号凌晨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回家，真回家。你再回忆一下，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？大哥，我这样啊，我家里有个爹，还有个闺女，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。我提示你啊，你是不是去江边了？他去了，但是第2天早上去的，那个叫什么什么卯时。卯时。去江边干什么了？烧了点纸。我这一生啊，欠的血债太多了。为什么烧纸啊？清洗我手上的血债。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？我是杀猪的，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？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屁股刀？拿了。刀呢？扔江里。为什么扔啊？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。行，说说你的血债。我是个卖猪肉的，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，他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，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，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这我得清，手上冤亲债主太多。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、扔刀子还有洗手？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，人给我算的。明日卯时，向镇卫走，遇江水而停，烧黄表纸3封，灰飞升天后，臣屠刀于江水之中，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，方可改命。那大师太准了，他跟我说啊，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，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晚年还能大红大紫，名扬天下。大红大紫，名扬天下。那大师在哪儿啊？哦，就在松花江边上，是一个瞎子。哎，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，太准了。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，你知道吧？那知道，咋了？咋了？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，我们得拘了你。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，根本就没有。这小子溜咱们呢，就这地儿，谁在这儿摆摊，谁在这儿算命啊？这鬼故事编的。走吧，回去吧。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，
按理来说呢，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。你觉得郭大炮那胆儿，他能杀人？我们办案呢，讲究5个字：时空事物人。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，就得从这5个字入手。首先是时间和空间。大炮说他没出门，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，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。他刚刚去喜德庄被抓过，死的又是一小姐。他用的那把10多年的那把刀，怎么就那么巧，说扔就扔了？最后咱们说人，经过法医鉴定，凶手用刀极其娴熟，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。时空事物人他全对上了，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，这绝对是我们的失误。不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事儿怨我，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，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。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。那你看见他算命了吗？没有。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，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？不能。那不就得了吗？你呀，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。你又不懂刑侦，又不懂法，啊，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说这么多，快算违纪了。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。那你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要是真想办，你就去找个律师，按正规的程序去办。老舅怎么也想不到，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，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，而他也因此奔波了数十年。我知道了，再见。你好，赵律师在吗？有预约吗？有，我电话预约的。姓崔。跟我来。赵律师，崔先生到了。哎，你好，赵律师。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。是个人命官司吧？是，但一定是冤案。是冤不是冤，可能你说了不算吧？对，所以我来请您嘛。我的价格你了解吧？了解，也没有那么了解。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。好，崔先生，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：侦查阶段3000到1万，审查阶段3000到1万，审判阶段3000到2万。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。对。那官司打赢了、打输了，收费有区别吗？是3000到1万以及3000到2万元的区别。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，只要赵大律师出场，就得3000打底。您理解的非常正确。哎，崔先生，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，先收费3000块钱。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，但是同时，它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？有道理。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。一共3个通报，条条都有他，真厉害。停职不是开除，我觉得换个环境，崔哥能过得更好。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，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。没想到啊，你真给我打电话了。对，我回去寻思了一下，我想闲着是闲着，那我来体验一下呗。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。谢谢。不光是我认可，所有人都很认可。啊。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，
他们都老激动了。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。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呐？没有啊。我妈是文艺工作者，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。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。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？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。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？那他们得猜。好，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干过这个工作，反正我这不是，为老婆孩子，你出来挣点钱，然后就，你看着给吧。你结婚啦？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？你没结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没礼貌了。这有啥没礼貌的？我离了，早离了。哦，挺好。我没孩子。这个就是他顺其自然啊。那就这样，每场300，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，每首加20，行吗？太好了呀，可以啊。行。你把这个拿着。这不行，我还没工作呢，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？不，就是以防万一，找不到人啊。哎呀，拿着。不，这我这有点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赶紧拿着吧啊。好。哎呀，行，那就谢谢。那我就先走。喂，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，可以呀你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聊啊。哎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。你问。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唱歌啊？老实讲，我需要挣钱。家里需要钱。家里也需要，朋友更需要，就有点急。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。工作愉快。这谁给的 BB 机啊？朋友。妈呀，朋友还能送这呀？那你看我这人缘，好吃不，萌萌？好吃。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？心情好啊。哎，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。挺直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你看，半年这得有10公分。你现在在这儿，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，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。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。那你快点吃吧。哎，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？这玩意儿呢，它这个，那就不是不睡觉，它不给补助啊，真是。喂。老舅，你快过来，姥姥又犯心脏病了。病人家属，处理一下。你是患者的儿子啊？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。乐观点说，还有1周时间。那悲观点呢？随时。需要交1万块钱的住院押金。我要是走了，那二胖谁照顾？你爸
一个糟老头子，还哪会照顾孩子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就苦了你了，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。妈，不是俩吗？还有国明呢。你别看他30好几了，可他也太不成熟了。要把我姐喊回来吗？爸。哎，杨小姐吗？我想跟你请个假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杨小姐。妈，我是小红，我回来看你了，妈。我回来了，妈。妈，谢谢。你是谁家孩子呀？你家孩子？啥？我听说你是我妈，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。小杨啊，二胖，我是。妈走了，对于爸来说，咱家就塌了。你不想回来吗？我在，这家就不塌了。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？忘了。崔小红，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？我回来干啥？真怕梦梦会跟他吵架。不会，他不敢。梦梦敢呢？你闺女你还不了解？哎，他是男孩，又是你亲外甥，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，让他别跟梦梦一般见识啊。哎呦，二胖，你还不了解？你只要别动他吃的，拿烟头烫他，他都不带叫唤的。那你晚上在家吃饭，谁陪床啊？崔小红啊，你嘴回来了？你咋不说声啊？还好吗？行吧，挺好。你咋不吃菜啊？妈，没排骨了，排骨都被他吃了。
你看看他只吃肉，他不吃菜。我也吃菜了。你压根儿没吃菜，我只吃了1块排骨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明天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？那我今天吃什么呀？这不还剩下几个排骨吗？都给你吃。才不吃狗剩。哎，哎，你这么着行吗？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？能给你解解馋吗？你把我熊弄掉了！我没弄你的熊。你怎么没弄？他刚刚就在床上的。我真没有，都没吃你盛的。吃饭。怎的了？他总动我东西。人家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你亲表哥呀，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？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，像猪一样胖死了？你好好说话。那孩子多可怜呢，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，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？还怎么着？他父母不在家，还能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？你小点声说话，听话。雪压竹之地，地下玉沾泥。一朝红日起，依旧与天齐。姐，梦梦，这是你大姑，叫大姑。大姑，哎呀，这是梦梦，长这么大了，这是标准身材。哎，弟媳妇，来，来。弟媳妇儿，有个礼物要给你。哎呀，姐，你这是干啥？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。拿着，给你的。你跟国民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，惦着你的。谢谢姐，看看，这也太奢侈了。哎呀妈呀，100多年的历史呢。哎呀，谢谢姐，你戴着肯定好看。平时我不在。就指着你照顾2位老人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说来惭愧，咱们家这2个老人，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。你看我不在，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，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。爸妈把我当亲闺女，没得说，姐，那就好。哎，不说了，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，我去给他做去。你去吧，我在这盯着。哎，啊，放心吧。老伴儿，你陪了我一辈子，辛苦了。我会去找你。
爸，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去国民他们家住吧。国明一家3口住的都挤巴，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。我身子骨还硬吧，不需要人照顾，我还得上班。我就是不上班，也不会照顾孩子呀。可怜二胖啊！我在国外也挺忙的，每天。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，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。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，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，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，我还是从来没见过。你啥时候回那边啊？明天。哎，国民，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，你看够不够？1500。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？家里着火了。这些年你不回来，我能理解。不理解也没办法。那国外有卖纸和笔的吧？你手也在，写封信能怎样？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？你直接走吧，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。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？我是你妈，你为啥不敢看我？你在的时候，我没觉得咋的。你走了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你的运动鞋，谢谢。谢谁呀？谢谢妈妈。大点声。谢谢妈妈。啥时候都是你妈。你干啥呀？国民他太不健康了，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。你也吃点蔬菜。看我这回啊，在机场换点人民币。哎，你这拿着干啥？不行不行，拿着赚钱不容易，干啥？拿点钱有啥的呀？你别当孩子面前撕撕巴巴，不，拿走拿走，这不能要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拿着。二胖，6点钟方向有敌人，把手雷扔出去。扔。Yes sir。那什么，我一波同学说10几年没见了，想见见。减肥啊，胖成什么样？没事，姐。
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。他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。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？不，咱俩喝一个来。咱俩喝一个。我谢谢你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当年要不是你从家里偷那些钱给我，我哪去得了国外啊？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？你过得好，我就开心了。当年我在家挨的揍，也值得了。你挨揍了？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？你都是为你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咋的了？我妈没了。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，她没了。你能知道我啥意思不？我知道。我心里好难受啊！我妈没了，这么大个地儿，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。说话的人。我在，一直都在缝啊。你们先吃吧，我去找趟崔小红。吃吧。哎呀，我来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你这弟弟，你得管管，脾气有点太暴了，干啥就动手啊？我弟把你给揍了！什么玩意儿揍我？能揍了我吗？你先给我弟为啥揍你啊？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，我俩没闹明白，完了就动手了。唠我啊？啥事儿啊？你们唠我啥事儿啊？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。来，咱喝酒。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，来。都不容易。哎呦，我，你别靠这么近啊，哥你。嗨，一会儿那个，你怎么走啊？我有个小破吃，我送你。你送我呀？啊，我送你。然后呢？然后上我家再唠嗑。滚犊子吧你！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。哎，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。你刚才说啥？你喝点酒，你下一个喝多了，酒量不行。来，咱们喝酒，喝酒。来，喝酒。
你吃太快了。我也没有。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。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，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。你不懂啊，吃一口少一口。二胖经常去看霍东风吗？一年看个3、4次吧。你呢？以前经常去，最近改规矩了，直系亲属才能见。他是你亲姐夫，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？他是我亲姐夫吗？法律上不是，但事实上是啊。事实上也不算是吧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我亲姐夫，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啊。他在里面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，比较抗造。他过几天就要出来了，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？还是不见了吧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打开看看。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，崔千惠。比百惠好，千比百大。儿子1岁半了，比二胖帅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和家里人说？我还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。国明，我欠你的，欠爸妈的，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我爸老得太快了，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。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人都会变的。其实我在国外，每天都在想你，想爸妈还有二胖，每天都想，一想。你说二胖，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。这孩子得吃多少苦，受多少委屈？他没有，有我们在。明天走的时候，能不能去看看爸爸？他其实非常挂念你。二胖就拜托你了。干啥呢？为啥还不睡？你觉得我妈爱我吗？当然，
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？二宝，大人呢，有大人的难处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我想我爸爸了。你爸很快就出来了。爸爸。是，过2天，他表现得好，所以提前释放。不正经也无妨，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。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4天王，别碰，那是他独家珍藏。他非要站在浪潮上，老婆小李的天才，有好多梦想，走街串巷，捧着东北的粤语腔，那段背起行囊的路途就不漫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只要念念不忘，总有回响。有你在我也不算流浪。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，不是高楼林立，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。老磁带里播着崔健，一口酒配1碗面，日子一天一个样，背影模糊澡堂的烟。不信星座也不信命，他说天才不写简历，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。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，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磨破了手掌，握住了梦想，跌跌撞撞也活得滚烫。